今天我们来开箱一个很特别的东西，那就是行动式冷气机。嗨，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老板。没有错，今天我们要来开箱东西了。那这次呢，我其实有一点乱买了，我居然买了一个呢行动式的冷气机哈。那这个冷气机的牌子叫 EcoFlow。EcoFlow 其实是在那个目前它有做很多是，比方说行动电源啊，还有行动的太阳能板。那我们之前也有开箱过它一个行动电源跟太阳能板哦。那今天我们就要来开箱这个行动式的冷气机。它这个冷气机不光是有冷气的功能，也有暖气的功能。那主要它是针对是，比方说你今天是出去旅游，比方说露营啊，需要在帐篷里头或要在车上车宿的时候呢，可使用的冷气机哦。那这另外一个优点是，它也有呢可以使用储备电池。对，上头这个呢就是它的充电电池哦。你可以使用电池让它变成完完全全就是行动式，不然的话，正常来讲，下面这个呢，你如果在外面使用，如果没有电池的情况下呢，它是需要另外接电源，还有甚至接着发电机的哦。好，那我们今天就二话不多说，赶快把这个开箱给大家看看吧。好，从箱子里头拿出来呢，分别是这些东西哦。右边这边呢是主机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嘛，明显主机在这里，并且呢它有给2个，这个是通风管，以及3个通风罩，这里还有一个排水管，然后以及它的电线。那在另外这边呢，就是电池的那一盒里头拿出来，分别是电池，那这个是接电池的，以及这个是利用车上的 DC 12伏的，可以用来充这颗电池哦。那这边呢，大家可以看到说，它的接头呢也是可以接太阳能板的。那买这一套系统的时候，它是有跟一个110瓦的太阳能板呢，在车库里头还没有打开哦。好，在安装之前，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哦。这里以及这里呢，这边一个是进风口，一个是出风口。这2个口呢，通常我们是要对外的，冷空气或者是热空气进来嘛。那这边呢，一定要是排出热空气。你如果没有把这个分开的话，那你的就是冷气从这边出来的时候呢，你热气跟着回到同一个房间的话，其实是没有效益的。所以这个跟这个呢，基本上是要跟房间或者是你的车子隔绝。就好比说，今天如果是安装车子上头的话，这里的那个通气口跟这里的通气口都是要往车子外面去的。安装它的通风罩其实是有2个做法。第一个是假设你如果是冷气机安装在室外的话，比方说你这是你的帐篷啊，然后你是要把那个帐篷里头要那个做冷气或者暖气的功能的话，那机器如果在外面的话，那你的防风罩其实还有通风闸呢，其实是要放在前面这个部位哦。那你如果今天是冷气机放在室内的情况下呢，那你是要把这2个通风口跟通风罩呢是要放在后面的部分，然后导致它把气往外排。所以这一点呢，大家要特别注意哦，避免你如果弄错的话，你可能就冷气机就没有办法发生它的功效哦。那在另外一点，这边呢也要跟大家提到说，因为它是冷气嘛，所以呢它一定也会需要排水。那它本身里头是有一个水箱会储备到它的这个需要排掉的水。那当你那个用到一个程度满了以后呢，你其实是这里呢要自己要把它倒掉了，或者是你也可以是利用它刚刚跟来的，我们刚刚不是有看到说它有跟来水管吗？你也可以把它排掉哦。我把它抬上来了，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装完下头的电池以后长的样子哦。那这里最后呢是要直接用这个把它这样子这边做个连接就好。那要怎么样充这个电池的电呢？你其实是要用主机这边插着电才行，或者是像我们刚刚讲的，这里呢可以插太阳能板的线，或者是12伏的线哦。这边我们现在安装好以后，基本上就是让它再进入一个充电状态哦。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呢有一个开关，并且有显示呢你的目前的电池的这个电量有多少哦。那这个下面的蓄电池呢，它是有大概将近1 k 瓦的电力哦。官方的说法是2到8个小时的使用。然后在手机 App 上头，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已经连着它了嘛。那这里呢明显就有一个
开关按钮，你按了以后呢，它就会自动关闭。那上头会显示目前电池有多少电，然后这里呢是水箱的部分哦，就我们刚刚有提到是说它可能是如果水箱满的时候要记得要把它就是倒掉。然后呢，这里呢你也可以设定说它的风速啊，还有一些你需要用的这个功能哦，像比方说我们现在把它打开。现在这是基本是电风扇功能，那这也是风速最小，那我们可以把它调到风速最大，也可以把它调到风速最小。好，那这里的部分我们如果按一下风扇这里呢，就可以选到这里是自动这么一个冷气、暖气，这是基本的风扇，以及这边有个除湿机哦。那这里你就可以选你自己想要的功能。那上头呢会随着它的这本身的电量呢来告诉你说你这电池可以用多久。那我们今天如果点进去看的话，目前这边是显示说，电池有45%。好，那在这边再点进去呢，大家可以看到说这里就是目前的它的电的流向哦。那因为我们现在是直接插着电的，目前是用家里的电在经过主机。存到电池里头去哦。那现在呢，这边是有显示说，726瓦从这个家里的电流出来嘛，然后呢，充720几、727瓦是充到电池里头。而目前充电速度是这个样子哦，这个样子的话，大概在1个小时之内，它就可以充满了。那同样，刚刚我们在手机上看到的那些选项呢，其实在它的这个主机上头，你也可以选择哦。比方说，现在这边这个就是设定你的风速。那这边呢，就设定你的温度。那目前呢，室内温度是华氏75，将近76度嘛。但是中间你这设定你是需要的温度。目前现阶段呢，它是没有在出风的状态哦。那这边呢，就有显示到是说，目前现阶段呢，电池在充电。好，我们现在坐到车上哦，大家可以看到后面呢，我就已经把它设定好了嘛，两个排气管，往那个窗户外头，窗户是有一点点开的，但是应该影响不大了。那我特别呢，还有把太阳能板直接这样子放在车上，给大家那个看一下哦。基本上呢，它就是直接把它连到里头去。那目前呢，现阶段呢，在荧幕上头大家可以看到哦，大概有70瓦的电呢，目前是从太阳能板发出来，有10瓦的部分呢，它是直接用在电风扇，那在60瓦的部分是充回到电池里头去哦。那刚刚呢，我们现在在车上的车内温度是摄氏32度，其实非常非常热哦。那我们现在就把冷气打开看看呢，它的功效怎么样哦。好，我们在这里直接把冷气打开，然后我设定用华氏给大家看，好了，这样子的话，用摄氏给大家看，大家比较好理解。那现在我们把风打开大一点，明显呢，你这边摸呢，这边呢就是已经在出冷气了。那我这里甚至可以把温度再调低一点，比方说调到25度。我们来看一下，那现在这个目前呢是说，使用的电量大概是在200瓦左右，大家看到没？萤幕上200瓦。那电池呢提供140瓦左右，那太阳能板呢大概70瓦。像我们刚刚就有讲嘛，电池它大概是1k瓦，也就是1000瓦。所以照这个算法来讲的话，以这样子的速度来看，你大概在6个钟头、7个小时。才会把电用完哦，以这个速度。那你如果这个没有太阳能板情况下，就比方说你大概需要200多瓦的这个电嘛，1个小时，那就等于说你大概可以用5个小时哦。所以呢，过夜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当然啦，这个前提是你的功效可能要把它调低一点，跟出风口低一点啊，然后并且把这个就是 Eco 就省电模式打开哦。那明显的这边呢，上头摸你就可以感觉到说，冷气已经开始出来了。那如果我们直接把温度计放到出风口这里的话，应该马上就可以看到它有明显的差别哦。你看大家已经看到没？温度已经逐渐在下降了。那这个温度计只是是有一点缓慢了，我应该拿那个温度枪拿出来给大家测试的。你看，马上要降到29度了。27度了，看到没？所以呢，其实这个冷气呢，在这个情况下是蛮好使用的。
那当然了，它的价位其实也是贵了一点啦。这一套东西呢，就是包括主机、电池以及送的太阳能板呢，1300块钱美金，大概就是快4万吧。以现在的汇率，大概是将近4万块钱台币哦。所以你就要考虑到说，是否你会觉得，你若是是否你觉得说这个符合你的经济效益？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噪音的状况。好，来，噪音机在这，我先不讲话。大概54到55的这个分贝左右，这个是大概是目前呢，它如果是开在大概中间的这个风速哦，那现在我如果把风速开到最强，噪音大概在59到60分贝左右。那再来我把它调到最弱的情况下，大概在53分贝左右。所以严格上来说，你有没有办法开着它睡觉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它离你远一点就好了。但只是你如果今天如果是车速的话，你可能就要把它放在，比方说车子的前座怎么样，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哦。好，那我们现在把它关掉，来看说它本身它的声音到底是有多大。好，我们大概在34到35分贝左右，所以呢，也就是说，开它的时候大概有20分贝这么近的距离的一个噪音哦。所以呢，你就要可以考虑到说，它是否对你的这个，比方说录音环境啊，使用的状况是否符合你的需求？那当然，因为我们现在是把主机放在车内的关系，你今天如果停在一个露营区的话，其实你也可以把主机放在车外，就只是把这个通风管呢放到前面的接法，然后直接经过窗户打开的部分把那个冷气通进来哦，所以这样子也可以。那这样子的话，相对反而应该是可以比较隔绝到你的这个噪音哦。那同时呢，它不管是你要开冷气也好，或者冬天需要开暖气的话，也可以使用。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蛮好，只是以现阶段它的价位来讲，可能是比较贵一点。但我觉得它的优点就是说，你早上在使用的时候，其实你是可以安装太阳能板的，并且它支援到400瓦的太阳能板，所以呢，并不会说你在使用的时候好像是没有办法，就是一面使用它一面去存电哦。但前提是你要有带到400瓦的太阳能板哦。那我们顺便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哦。其实太阳能板的大小并不是那么小。我现在车上这边安装，大家可以看到，这是110瓦的太阳能板，其实它不小。而且现在大概下午3点钟的时候呢，这样子的平放的呢，它大概可以产生70瓦的电，所以大概就知道说，它的效能在哪里哦。好了，那今天就是非常简单的跟大家开箱一下这个流动型的，冷气机哦。我使用的状况是，出去露营的时候呢，车速啊这样都可以使用到它。另一方面呢，是我在家里自己上班的时候，只有一个小房间需要开冷气的时候呢，不需要在家里开中央空调嘛。那在美国这边房子都是中央空调，其实非常浪费电哦。所以这个东西对我来说，1个小时若开中间的风大概是200多瓦的话，其实非常省电哦。不然的话，我开家里的中央空调1个小时大概要2k瓦的电，足足差了将近10倍哦。对啊，因为本身一个人在家，我不需要整栋房子都冷气打开嘛，只要一个房间就足够了。好了，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哦。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会不会花4万块钱来买它呢？也可以在下面分享给大家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大家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按下小铃铛，并且把我影片分享出去哦。那我是胡老板，我们下次见喽，拜拜。这一台其实真的是蛮方便的，缺点是它加了下头的电池，其实蛮重的。